大家好，我是13安，欢迎来到我第200篇的摩托日记。那最近跟2很有缘，因为除了快到了2020之外呢，那就是我的频道已经破了20万订阅，真的非常不可思议。那我还是要很谢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车友们，因为跟你们交流，然后加上你们的鼓励，让我觉得骑车跟爱车并不孤单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其实挡车啊，已经渐渐走入历史了啦。那在这样的氛围下，环保法规加上很多交通法规的关系，其实像这样的摩托车呢，基本上是一定会越来越少。所以我非常高兴可以借由这个频道分享我对摩托车的爱，然后可以传达给各位。因为我知道，只要越来越多人喜欢骑摩托车，那摩托车这个产业就不会灭亡。这自己的私心大概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摩托车啊。Anyway， 那我今天是要讲摔车后的 update， 那当然还有就是20万订阅的周边商品预购。好，那回去看车子，你可以看到我下面摆了一个厚纸板，是因为我那天做了一个蠢事，我那天想要先把这边磨掉的地方就是换掉，因为它磨了，然后它的 bolt 有点 break ground 嘛，就是这个磨损，那我那时候要把它转出来的时候，还要想办法从里面把它就是挖出来，有点卡住。那我那时候刚拆出来的时候，我没有马上装，因为那时候我跑去过女儿，就过了一阵子我才回来。那我回来之后我也忘记我是不是还没装之前我就有发动车子。那也是因为后来我在检查车子之后发现下面这边有点湿湿的，后来发现湿湿的原因是因为它有点渗油。那我是想说可以把车子整理一下到可以骑状态，其实现在也可以骑啊，只是就没有脚踏跟没有刹车，所以还有这个要再调整一下。那我就想说先把它调整好到可以骑出去上路，然后试跑一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，因为其实上次摔完之后呢也就还没有骑出去了。好了，好啦，那都调整好了，现在是可以骑出去了。其实我换的料啊是用旧款的 Daytona， 那旧款 Daytona 其实是外观上有点不太一样，但其实锁点啊是一样的，然后它其他那部分的零件、刹车杆啊什么的都可以互换，所以就可以省下不少钱。那因为上次跑赛道拆掉了牌照架嘛，那这次刚好就把它换成这个短牌架。那这短牌架其实是 Street Triple 的啦，大家这应该都看过了。那因为它的尾巴 subframe 跟 Daytona 是一模一样，所以可以直接互换。那当然我还要加上一个整合式尾灯，所以就直接装上去。好啦，尾灯装好了，那我的牌架还没装，但是我想说都已经拆到这边了，干脆就直接把这个换掉吧。因为我这个影片其实已经拍了第3天了哦，你看短短几分钟，因为我每次装的时候都是抽些时间过来装一下，然后就马上回去要忙，所以不知不觉我的料就来了。这是新的右边的这个后车壳，就直接把它装上去吧。那旧车壳我会留着啦，因为我之后去赛道的话，我应该会把这个旧车壳装回去。就怕意外。好了，先装这个吧。好，有个小插曲，因为刚刚拆这个车壳的时候，看到后面的 OBD2 port， 也就是这个，我已经插上这个 Bluetooth 的 adapter。那这是我米亚塔用的啦，它主要是插进去之后可以利用你手机的 app， 然后去看你车子的状况，因为它是可以去跑里面的那个车子里面的 sensor。那结果我测试一下，可以用，因为我配上了一个叫做 Tune ECU 的 app。那他有跟我讲我现在的电量，然后这很基本啊，
这个应该看不清楚。好，那这个 app 呢，我听说就是如果你有些比如说要去保养啊，还有一些图案会出来嘛，那就可以自己消除掉，或者是可能车子上有出现一些特别的问题，然后跳出一些 error code，那你就可以从这边去把它除错，或是从这边把它清除掉。那我比较有兴趣的是，它可不可以记录啦？记录我的，按这个 record，因为之前我开米亚塔的时候可以记录车子的那个所有的油门状况、刹车状况，然后还蛮好玩的。这是什么 ？Test adjustment tachometer， 仪表的，看一下吧。哇，现在已经放到2档、3档、4档、5档、6档，直接调空档，我靠，好好玩哦。好，先离开。好了，我现在把车子牵出来，我想说附近绕一下，看看骑起来有没有什么异状啊，是不是有东西要调整？那我右边车壳是拆掉的啦，就没有装回去，主要是想确定一下有没有渗油的问题。那当然还要看其他零件部分啊，那刹车啊，整个操作感觉，然后排气管会不会撞到什么的。好。又来个回转。等下前面上快速道路的时候，可以一档冲一下。然后进车库再用那个纸巾擦一下好了。好，我刚刚这样骑下来，我是没有感觉到任何异状啊。除了后刹车有点 kiki 的声音之外，可是后刹车皮很多嘛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里面有可能卡小石头或是什么的，可能要做一下清洁。那这台车现在避震我觉得超硬的，就是一般街道骑乘，我觉得那个非常 bumpy， 所以我的预载啊什么应该要调回街道设定。好了，那原本的刹车拉杆我已经拆掉了，那因为我想换回原厂的刹车拉杆。不过我后来在 Craigslist 上面看到有个人在卖Daytona 的短拉杆 CRG 的，所以我就直接入手。那现在就直接换成短拉杆吧。好了，你看到又过了一天了。那我后来就真的一不做二不休，全部侧边都翻新。可以看到全新的侧壳，然后我连排气管都刚刚就直接换掉了。那现在就来讲讲说，到底花了多少钱？我是运气蛮好的啦，刚好在网络论坛看到有人就是算是贱价出售他的车壳嘛，因为他把他车改成是完全的赛道式样，所以他不需要这个原厂壳，所以侧边的车壳加防倒球加原厂拉杆的话，就算240，
那这个呢，eBay 上找的是之前的 Daytona 旧款 Daytona 的，因为我只是需要它的脚踏跟刹车。那这组其实我那时候买一整组就40块。哦，那我要说，因为我是自己修自己找料啊，所以才可以这么便宜。如果是 retail，如果你去原厂去叫料这样买的话，光这一片上面这样子就要230，下面230，这个就要200。那如果你给别人装的话，你要算一算，如果这些东西全部装起来，他可能给你抽个基本上这边店家可能会算0.5、0.5、0.5、0.5个小时，这样加起来，搞不好会凑到3个小时、4个小时，算4个小时好了。哇，那这样算下去1500跑不掉了，这至少这非常贵，所以自己修在美国真的是比较划算。好了，那你也看到我换了全新的 Aero 管。那我后来没有用之前的 Scorpion， 是因为那个 Scorpion 其实锁点跟这个其实不太一样，所以我那时候要装的时候，我去问 Scorpion， 跟他说可不可以给我就是有没有出专门的 adapter 啊或者支架就可以接 Daytona， 因为那还是 Street Triple 的嘛。结果他跟我说不行，要么就再买一整组。那我就好吧，我就把它卖掉，然后一样换了 Aero 管回来。那其实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 Aero 管啊。那这支我买的是485块，是在 eBay 上找到的啦，而且是全新品。算是捡到便宜吧，因为我记得好像原本的话是要700还是800多块美金，而且还找不到。我现在找了很多，想要找新品，好像没在卖了。好，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摔烂的排气管。不是，又写是。我回来了，我人没事。那我还是要跟大家说，夫妻之间还是要良好的沟通啊，不要像我这样，就是摔车都不敢讲，然后默默把车牵回来。那水山周边预购现在正式开跑，详情呢请上网站 www.13.tv。那我在资讯栏我也会附虾皮卖场的连结。那这些都是预购商品，所以要1个月过后才会出货。那全部都是在美国制作、美国出货。那全球寄送，不限地区。那我还是要说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这次庆祝破20万订阅，只要你有下单预购这次的商品，就可以抽一件13的防风外套。那这个防风外套当然都有非常明显的反光标志。那会做这件外套呢，是因为我自己冬天骑车的时候，我非常喜欢在防摔衣上面再外加一个防风外套。那当然就除了防风，还有防水。那这次活动就抽10件，只要你有下单，你就可以资格得到这个防风外套。那一个人当然是限1件，所以你在下单的时候啊，也记得注明一下你的尺寸，所以这样我抽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直接知道你是需要什么尺寸。好啦，那在这边祝大家骑车平安。如果对贴纸或防风外套有兴趣的朋友呢，赶快上13.tv预购，谢谢大家。OK。怎么丢在这边呢？真不环保，还可以用呢。